这个女人没有身体，以及脊柱支撑着脑袋悬浮在半空中，满头长发，毛骨悚然。小叶还在因为记不起母亲的名字和外貌痛苦不堪。女人突然转着头发冲进了神社，父亲急忙把刀扔给小叶，但关键时刻小叶却看着刀愣住了。女人一把将小叶掀翻在地，锋利的头发割伤了他的脸颊。小叶这才回过神，拔刀砍向女人。然而即便被砍中了，斩断的头发还是会重新回归本体。女人将头发旋转成陀螺，对着小叶拽起了文言文，大致意思就是你这个弱鸡还要压制自己的欲望，没有自由，吃的也不好，还没有履行自己的约定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，真可怜。小叶也不听他的鬼话，两人继续缠斗的。而就在这时，原本离开的时针却突然折返，不出所料的被女人整个吞进了头发里。小叶瞳孔变红，持刀急速冲向女人，然而一切都太迟了，时针已经吃的只剩下了衣服碎片。小叶瞬间开启了暴怒模式。女人问他为何如此愤怒，明明他也有吃东西的需求，而且吃的还是比这更可怕的东西。小叶一个恍惚，再次来到了那间房间，他的身后插满了抽血的管子。他似乎和某人定了一个约定，如果他能守约到最后，对方就会给予他奖励，但相反，如果他不能守约，对方就会从他身上拿走什么。小叶再睁开眼时，眼睛变成了更加鲜红的颜色，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刀挥下，女人的头瞬间被斩成两半。小叶面无表情，浑身浴血，直到父亲上前才反应过来。小叶想起了武士死前和他说的话，他到底是谁？小叶捂着脑袋晕倒在了父亲的怀里。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文人先生又给他端来了咖啡和甜品。喝完咖啡之后，他的状况缓解了不少。之后文人找到了潍坊，向对方说明了小叶的情况。吃过早饭之后，他们也要做准备了。打扫完神社之后，小叶没见到父亲，于是到了咖啡店。他注意到文人先生的胳膊受了伤。此时班主任走了进来，提起了关于神社中的藏书。他从前就对古代传奇和神话感兴趣，也正是因此来到的这个地方。他拜托小叶带他去神社看看藏书。小叶还在犹豫，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，但在班主任的恳求之下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班主任翻出父亲之前看的书，问小叶怎么看。那上面记载的传说和他之前讲到的非常相似。想到鼓舞的事，小叶发起了呆。回过神来，就听班主任问他，这个愚蠢的游戏打算持续到什么时候？班主任把书递给小叶，让他仔细看。小叶这才发现，记载着古代神话的藏书纸张居然全是新的。再看看书架上的其他书，也全都是这样，而且翻开之后，里面更是一个字都没有。仓库外面突然传来了说话声，小叶回头一看，只见原本死亡的姐妹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小叶人都傻了，面前的三人却告诉他，他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一场虚假的闹剧。这场闹剧从今年夏天开始的。班主任让他好好想想，他记不记得冬天的校服什么样？小学和初中呢？1年级的同学什么样？他母亲的名字记得吗？有和家人的合照吗？有和最重视的父亲的回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因为这一切全都是假的，就连更衣小叶这个姓氏都是假的。他的记忆被完全替换了。小叶无力地跪倒在地，脑海中一片茫然。而就在此时，昨晚被死在他面前的时针走了出来。时针一改往日的温柔，不耐烦地骂小叶是怪物。这时小叶才知道，原来他的身边全都是演员，姐妹花、时针、幽花、艺术和班主任是主演，而镇上的所有人都是配角。因为是重要人物，他们得到了符咒，保护自己不被怪物袭击，但是其他人死了就是真的死了。时针成功之后的报酬是钱，姐妹花是删掉他们的犯罪记录。时针在昨晚被袭击之时取走了怪物的一管血，强迫小叶喝了下去。小叶浑身痉挛，眼睛彻底变成了鲜红色。他终于想起了一切，原来他和被他杀死的东西一样，都是怪物，只不过他是人形的怪物，多年来一直被政府当作人形武器，直到他被一个人捕获，一喝血就变红的眼睛引起了姐妹花不好的回忆。他们假装被袭击后躲起来，看到小叶在达到谷物后就开始吸血。班主任原本是研究百人艺术的学者，那些歌里隐藏着各种神话和谜团，他就是在其中发现了小叶的故事，于是立刻转移方向进行调查。虽然到现在还满是谜团，但是他可以确定小叶和那些怪物是完全不同的高等存在。实验的主导者定下了游戏规则，小叶被移植了虚假的记忆，一旦想起就尽力阻挠，看小叶是会保持更衣小叶还是变回原来的小叶。但是班主任不想再继续这场游戏了，于是又劝了姐妹花和时针。仓库里的监视器被他提前关闭，他参加这场游戏的目的是为了猪食兔，也就是怪物允许吃人的许可证。小叶有好几次都差点因为自己没回原来的样子，但主导者又屡次用药和暗示将小叶变了回去。再这样下去，这场游戏将
上没完没了，这也是班主任铤而走险暴露一切的原因。班主任将剩下的血灌进小叶嘴里，他需要小叶来告诉他朱石兔所在。小叶回想起了更多，那间挂满血瓶的房间里挂的都是他的血，绑架他的男人说要给他提供饵饲。小叶瘫坐在地上迟迟没有动静，这不禁让班主任心急起来。按理说喝了这么多血，小叶的记忆应该恢复了才对，而就在这时，仓库突然塌陷，一只长着人手的巨大怪物从地上爬出，几人吓得疯狂逃窜，却在门口遇上了优花和艺术。两人早就发现这几人的不对，游戏还在继续当中，伤害主角是命令禁止的事项，他们到底都在干什么？姐妹花马上把锅推给班主任，他们已经受够再演下去了，又质问老师，不是他们的行动保证不会被发现吗？殊不知整座小镇都是为了这个计划而做出来的，处在其中的人根本不可能从监视中逃脱。班主任笑了，他从一开始就不在乎什么暴露不暴露。而就在此时，文人先生出现在了现场，想必大家都猜到了，他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文人的出现让背叛组吓得不轻，奇怪的是，就连怪物都乖乖待在了原地。姐妹花嬉笑着向文人求情，毕竟年轻都会犯错嘛。时珍向文人索要自己的演出费，提起班主任，他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执着于朱石兔的研究，让他在学界无法立足。老派的学者不认同他，新的学者又会很快顶上。明明眼前就有活生生的例子，他却不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开。看着眼前的文人，小叶的全部记忆终于回笼。小叶的食物是他的同类，这个国家自古就有吃人的怪物。在国家机密文章中记载着一种名为朱石兔的契约，国家以可以食用一定量的人类为条件，禁止不能对其他人出手。如今这个契约就在文人的手中，人类害怕怪物的力量，想把那种力量为己所用，于是他使用了朱石兔和怪物进行了交易，并顺利捉住了以怪物血液为食的小叶。他又为小叶准备了食物和猎场。这座僻静的小镇全是他一手打造的舞台，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演员，到处都是监控。他保留住小叶强大的力量，改变他的经历环境甚至记忆，想看看小叶是否还能和从前一样，本质是否会发生改变。小叶觉得自己绝对不会改变，于是两人打了赌。姐妹花赶紧打圆场说，你看这不是挺圆满的大结局吗？那之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。文人也表示确实如此。紧接着怪物突然行动起来，一爪子砸碎了时珍的脑袋，无法演出的演员就让他们下场好了。姐妹花惊慌失措地掏出符咒，然而在他们死过一次后，得到的符咒就已经是假的了。姐妹花转身就逃，宁宁一把撞翻诺诺，诺诺被抓住砸得满地是血，宁宁被硬生生撕成两半扔进嘴里。紧接着怪物又盯上了班主任，而就在班主任被怪物卷入嘴里即将被杀之时，小叶突然奋起用钢筋扎穿了怪物的后腿，怪物一手抓住想要逃跑的班主任，转向小叶，小叶灵活地跳上怪物头顶，将朝他拍下的大手用钢筋固定在怪物背上，随后利用巧力反向折断怪物的另一只手。怪物吃痛之下将两人一起甩了出去，小叶反手捡起地上的钢筋朝怪物发起攻击，然而对方的面部无比坚硬，刀枪不入，怪物又一把抓住班主任塞进嘴里，小叶也只好跟着爬进嘴里，捅伤怪物的上颚，迫使他张嘴，紧跟着自投罗网，从食道深入体内寻求内部突破，发现心脏的位置后，毫不犹豫的一棍子捅了进去。怪物嘶吼着吐出大股血，其实不管是什么武器都能对怪物造成伤害，只要能造成大量出血或者命中要害就行。钢筋穿透心脏，扎出皮肉，怪物嘶吼着吐出大股鲜血，倒在了走廊上。嘴里逃生的班主任慌不择路，推门跑进了屋子里求潍坊救他一命，却没想到潍坊一把搂住班主任，对着他的脖子一口咬下，班主任惨叫着被咬断了脖子，倒在血泊之中。此时的潍坊已经全无理智，和怪物没什么两样，或者说他本身就是怪物。他是人和谷物生下的怪物，拥有人的形体和超越人的力量，是最接近小叶的存在。小叶的血能操纵谷物，迄今为止出现的所有谷物都是由此操纵的，不管袭击的对手还是地点，都不是什么神谕，而是早就被安排好的戏。文人用他的血加暗示操控了潍坊扮演他的父亲，不过由于过量喂食，潍坊再次恢复了原状。潍坊拔刀对准小叶，毫无神智地朝他劈砍而来，小叶来不及躲闪，被踹翻在地，刀尖抵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此时的小叶还在关心其他人，这让文人有些不解。人类对小叶来说既不是同类，也不是食物，为什么还要关心他们？他抓到小叶的时候，就发现他的脑中有不能伤害人类的暗示，于是他顺势制造了虚假的记忆和约定。小叶一脚踹开潍坊，一番缠斗之后夺过长刀劈斩而下。
人类的身体是根本赢不了他的。随着文人的一声令下，潍坊瞬间异变成了可怕的怪物，正是当初帮助文人制服小叶的那只。潍坊从刀架上取下另一把刀，两只人形的怪物再次站在一起。潍坊蛮力极大，小叶很快落了下风，身上被划了2道狰狞的伤口。潍坊将小叶甩到墙上，一通猛砸之后，狠狠踩在脚下。而就在他大吼着挥刀要将小叶斩于刀下之时，小叶终于抓住了脑海中的那束光，是一把刀的形状。小叶犹如神助般的跳起，仅仅2刀砍断了潍坊的双臂。潍坊在临死之际又变回了小叶的父亲，他的身份虽然是假的，但是第一次遇见和自己类似的人，他和小叶度过的那些时光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但正因如此，他也倍感痛苦。哭着送走了父亲最后一程，小叶拿起刀追上了文人，然而文人早有准备，一面画满符咒的禁止碎裂后，神社轰然倒塌，一只兔子形状的怪物出现在了小叶面前。小叶挥刀将其一刀砍成2半，追上文人。然而山下已经聚集了全副武装的军队，小叶被子弹击中倒在地上，义叔突然反水扑倒士兵去救小叶，却反而被打成了筛子。虽然一开始是在演戏，但是演着演着，他却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小叶。文人和幽花坐上车扬长而去，兔子怪物分裂成数只，跑到镇上开始大肆屠杀，将村民们从房间里抓出吞食虐杀，人们仓皇逃窜，整个小镇一片混乱，堪称人间地狱。文人的车一路撞翻求救的人们，驶离小镇，但凡靠近车辆和护栏的人都被无情射杀，最后成为怪物的甜点。小叶一路将怪物切成碎片，一路追赶文人，然而对方已经坐上直升机。小叶不甘地嘶吼着，借力纵身跳上半空，然而还没等他靠近飞机，文人一枪击碎了他半个脑袋。小叶从宫中跌入湖里，文人最后告诉小叶，他最喜欢吃的甜品是用石耳的血做的，据说是近似人类内脏的口感。等小叶什么时候吃了人，就能品尝到真正的味道了。直升机飞离了这座被当成试验场的小镇，遍体鳞伤的小叶被冲上岸，回想起过往，流下了眼泪。小叶的湖边一坐就是好几天，终于在一个夜晚开始行动了。小狗再次出现，原来委托他实现愿望的人就是小叶本人。在被文人抓住之前，小叶许愿想保持自己，这个愿望小叶实现了，但是他现在要去实现另一个愿望。小叶扯下裙子，包扎好伤口，独自走向远处繁华的都市。